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持续升级，俄军装备损失达到极限。乌军摧毁库尔斯克地区俄军装甲纵队，27名俄军士兵被俘。俄罗斯通讯塔被纵火，乌军击毁俄军1亿美元雷达。俄罗斯4大油库持续燃烧，乌军精准打击俄军后勤仓库。拥有58个燃料罐的大型油库遭到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等5地遭大规模空袭，乌军收复托列茨克阵地。俄罗斯公然袭击了自己库尔斯克州的学校。乌军击毙俄少校军官，指控俄军1个月使用434次化学武器。俄罗斯卡卢加与图拉炼油厂发生大规模火灾。朝鲜援助1.2万兵力即将耗尽，俄军陷入人力困境。停火协议正式生效，内塔尼亚胡再次被低估。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浪战情室，我是远山，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俄乌战争进入第1061天，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仍在继续。在1月18日晚至19日凌晨，乌克兰军队使用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的斯莫棱斯克、布良斯克、卡卢加和图拉等地，多个油库和炼油厂遭到命中并起火。此外，乌军还摧毁了赫尔松地区的 Nibo SVU 雷达站和顿涅茨克的 S300 防空系统雷达。乌克兰总统发言人费迪尔·维尼斯拉夫斯基指出，乌克兰在战争中的胜利依赖于利用先进技术对俄罗斯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不对称打击。这显然显示出乌克兰在战略上的灵活性和有效消耗俄罗斯资源的能力。随着俄罗斯资源的迅速枯竭，战争可能在短期内发生重大转折。关于前线战况，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发起了进攻，攻击了距离列奥尼多沃村以东3公里的俄军第34摩步旅。尽管朝俄联军进行了反攻，但损失惨重，俄军未能夺回库尔斯克地区。在其他战斗区域，波克罗夫斯克、库拉霍沃、大诺沃希尔卡、托列茨克、恰夫西亚尔方向的战斗持续进行。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第2和第41摩步旅加强了攻势，并调动了库拉霍沃方向的部队支援。俄军在过去1天内损失了335人、3辆汽车和数架无人机，进攻的损失持续增加。俄媒称俄军已经占领波克罗夫斯克，但乌军指挥部对此予以否认。在库拉霍沃方向，俄军占领了乌克兰卡和亚谢诺夫村，但未能完全包围该地区。大诺沃希尔卡方向，俄军在该地区东部和北部活动频繁，试图围攻乌军阵地。恰夫西亚尔方向，俄军取得了小幅进展，控制了大部分铁路轨道，但在推进过程中遭遇了乌军无人机的猛烈打击。乌军在谢列布良斯克地区摧毁了俄军的1辆坦克、5辆卡车、7辆汽车、1辆 ATV 以及5个弹药库。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对沃夫昌斯克的进攻遭遇重大损失，损失了大量装备和人员，且6名俄军士兵被乌军俘虏。乌军通过地雷、无人机和迫击炮有效摧毁了俄军装备，封锁了道路，令俄军的后勤线几乎中断。随着俄军不断增加无装甲攻击，并使用老旧的装备，俄军的损失已接近极限，无法继续维持如此高强度的战斗。俄罗斯的资源有限，长期战争的持续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1月19号，乌克兰公布了俄军的最新损失数据，新增1580名士兵伤亡，这意味着俄罗斯每月的人员和装备损失都在不断攀升。目前，面对日益严重的损失，俄罗斯能坚持多久，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库尔斯克战况持续升级，乌克兰依然能够在俄罗斯境内展开反击。1月18日，突发消息称，乌军成功击毁了一支俄军装甲纵队。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称，乌克兰空降旅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伏击，成功击退了俄军的机械化进攻。在这场战斗中，
俄军派出了改进版的 BMP-2步兵战车，但在途中遭遇乌军布置的反坦克地雷，数辆战车被摧毁。紧接着，乌军利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的冲锋部队进行了精确打击，双方在阵地前线展开了激烈交火。俄军纵队损失惨重，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被击毁，最终被迫撤退。随着1月20日临近，俄军加大了对库尔斯克的进攻，并宣称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当前形势来看，俄军未能在短期内实现击退乌军的战略目标。此外，早些时候，乌军在库尔斯克俘虏了27名俄军士兵，这一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现场视频显示，乌军正在对这些俘虏进行审讯，发现他们的兵种构成相当复杂。除了俄罗斯精锐的空降师部队外，还包括海军陆战队以及摩托车冲锋队成员。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士兵来自俄罗斯的多个地区，其中一些人还生活在俄占的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再次发生纵火事件，这次的目标锁定了军事设施。根据俄媒 Astro 的报道，1月17日晚上，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纵火烧毁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座军事通讯塔。事发后，纵火者拍摄了视频并安全撤离。视频中可见，通讯塔正在熊熊燃烧。目前尚不清楚纵火者的具体身份，无法确认他们是当地的游击队成员，还是渗透进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特工。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纵火事件近期频繁发生。从2024年底至今，俄罗斯的多个公共设施，包括银行和邮局，曾多次成为纵火目标，部分纵火者甚至为领取退休金的老人。而这次纵火行动针对的是通讯设施等军事目标，这无疑引起了更大的关注。与此同时，乌军在前线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功打击了俄军的防空系统和雷达设施。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的报告称，乌军在赫尔松的行动中摧毁了俄军的 Nebo SVU 雷达系统。1月18日左右，乌克兰第38旅对赫尔松左岸的克林基发起突袭，连续数轮攻击打击了俄军的据点，重创了敌方装备。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炼油设施的攻击持续引发关注，新的后续报道不断传来。根据最新消息，俄罗斯境内的4大油库在遭袭后仍在持续燃烧。乌克兰总参谋部确认，1月18日夜间，乌军通过远程打击袭击了位于卡卢加的柳基诺沃炼油厂，造成了严重损毁。据图片报道，乌方发射了大量无人机，成功点燃了多个油罐，并引发了爆炸。乌克兰方面透露，该炼油厂属于俄罗斯军方后勤中心 JSC Kolyuga-Nefty Product， 是为俄军前线提供补给的重要设施，遭到此次袭击后损失巨大。此外，乌克兰还确认对位于图拉的德迪洛沃油库发动了空袭，使用无人机成功袭击了俄罗斯的 Rosreserve 油库，火灾规模庞大。据悉，该油库除了储存石油外，还存放了其他军需物资，受到重创。自2025年初以来，乌克兰已连续对俄罗斯多个能源设施展开攻击，至今仍有4个油库在燃烧。除了卡卢加和图拉的炼油厂，乌克兰还袭击了沃罗涅日的利斯基油库及萨拉托夫 Engels 空军基地的燃料库，这些设施的火灾尚未完全扑灭。早些时候，乌克兰还对夏卡姆斯克的天扣炼油厂发动了袭击，造成显著破坏。不仅如此，乌克兰还针对俄罗斯最大的海上贸易港乌斯季卢加港发起了攻击。综上所述，乌克兰今年的战略态度愈发明确，尤其是在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方面的行动，甚至超过了对军事基地的打击。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意在从源头上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资源，从而影响战场局势。1月18日晚上，俄罗斯图拉地区乌兹洛瓦亚附近的一个大型油库遭到袭击，该油库拥有58个燃料罐。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目前尚未明确。此前，恩格斯尔空军基地附近的油库也曾遭袭，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至少有8个油罐被摧毁。自2025年初以来，俄罗斯境内多地接连遭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袭击，袭击的目标包括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的俄罗斯最大海上贸易港、
俄罗斯夏卡姆斯克的天口炼油厂、布良斯克的化工厂、萨拉托夫的炼油厂、恩格斯地区的油库、沃罗涅日州利斯基的油库、卡卢加州柳基诺沃的油库、图拉州德迪洛沃附近的油库。这一系列非对称作战对战争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有人指出，俄罗斯也在频繁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但乌克兰的盟友持续提供援助，而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则是其经济命脉，面临更为严峻的困境。在战场上，红军村方向，俄罗斯媒体曾宣称俄军已进入红军村，但乌克兰方面否认这一说法。驻守该地的乌军士兵发布视频，证实城内没有发生战斗。实际上，俄军正在绕过城市，尝试包围红军村。乌军已在城西4公里的入口处修建战壕，做好防御准备。在库拉霍夫方向，过去24小时，俄罗斯军队略有推进，已占领乌坎卡和亚森诺夫的小村庄，预计将沿公路向南进军，目标是安德里夫卡。哈尔科夫前线，乌克兰边防部队 Forpost 摧毁了俄军装备，并俘虏了6名俄罗斯士兵。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可能在哈尔科夫地区准备新的行动。库尔斯克战区，乌军摧毁了一支俄罗斯纵队，并展示了库尔斯克地区被摧毁的俄罗斯装甲车辆，特别是空降部队的装备损失惨重。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的最新战报显示，俄军损失包括1580人。乌克兰军队近期再次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发起攻击，除了卡卢加和图拉州外，布良斯克、奥廖尔、斯莫棱斯克等地也成为袭击目标。据 RBC 新闻报道，乌军在17日使用大量无人机对布良斯克发动空袭，爆炸声传出。虽然目前尚无详细情况，但有军事电报频道表示，乌方可能还使用了远程巡航导弹。布良斯克作为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长期以来一直是乌克兰的打击重点。此外，俄罗斯的奥廖尔和斯莫棱斯克地区也遭到无人机密集攻击，卡卢加和图拉的炼油厂也未能幸免。此次乌军的袭击波及俄罗斯5大地区，显示出乌克兰在冲突中的攻势仍在持续加强。俄罗斯无人机公然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乌克兰控制的苏贾市的一所学校，导致2人受到脑震荡。乌克兰驻库尔斯克军政府发言人 Oleksiy Mitrushkivsky 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住在撞击地点附近的2名儿童所幸没有受伤。据乌克兰方面提供的信息，在袭击发生前，大约100名平民已被引导安全撤离至避难所。苏贾是库尔斯克地区最大的乌克兰控制城市。Mitrushkivsky 透露，目前该市约有2000名居民，较去年乌克兰进攻前的5000人已大幅减少。该地区还是重要的天然气设施所在地，这些设施对俄罗斯向欧洲的天然气出口至关重要。乌克兰近日宣布，在战场上击毙了一位俄罗斯少校军官，45岁的亚历山德罗维奇。他此前曾宣称将在前线击溃乌军。目前，关于此次事件的详细信息尚未披露，俄罗斯方面也未做出回应。但如果确认，这可能是2025年乌军清除的最高级别的俄军将领。与此同时，乌克兰总参谋部指责俄军在战场上系统性的使用化学武器，指出2024年12月，俄军在至少434次战斗中使用了化学武器，包括 K51RG-VO 手榴弹等国际禁止使用的武器。乌克兰方面还透露，自2023年2月以来，俄军已在已知战斗中共使用化学武器5389次。国际中立组织 OPCW 也曾发布报告，指出俄军多次使用化学武器，尽管俄罗斯一再否认。在此期间，德国防长皮斯托利斯透露，德国可能在战后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具体计划预计将在德国大选后发布，届时柏林将进一步提供新一轮的军援。此外，瑞典在加入北约后，首次进行了军事行动，向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派遣了一个550人的营，并部署于瓦尔德马军事基地，这是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前沿阵地。瑞典防长保罗·琼森表示，如果俄军进攻芬兰，瑞典军队将在第一时间参战。
乌克兰继续加大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最近一夜，卡卢加和图拉的炼油厂相继遭到空袭，并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视频显示，火势蔓延，覆盖了炼油厂大片区域，浓烟在夜空中飘扬，远处的居民也能清晰看到火光。尽管俄罗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这次攻击是乌克兰近期频繁对俄罗斯战略油库的远程打击的一部分，其中卡卢加州多次成为袭击目标。去年11月底，乌军曾空袭柳季诺沃炼油厂，导致火灾爆发。此次空袭标志着乌克兰在攻击力度上的升级，并与地面反击行动形成配合，显然意在提升1月20日之前的战略优势。此外，乌克兰还在图拉地区对德迪洛沃一带的 Ros Reserve 油库发动无人机攻击，油库发生了剧烈爆炸并起火。目击者表示，起火规模与柳基诺沃炼油厂类似。随着这些打击的持续进行，乌克兰在东线的战略目标也逐渐显现，俄军的攻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放缓。俄乌战争已接近3周年，尽管俄罗斯军队投入了大量兵力，但乌军顽强抵抗，且西方援助不断，双方在乌东前线长期僵持。去年底，朝鲜向俄罗斯派遣了正规军，然而这一举动引发了国际法的争议。根据美国智库的最新估算，朝鲜援俄的 1.2 万兵力，预计将在今年4月中之前伤亡殆尽，给俄军持续作战能力带来重大影响。美国新闻周刊援引战争研究所 ISW 的报告指出，朝鲜部队部署在俄罗斯库斯克地区，应对乌克兰的进攻。考虑到目前的高伤亡率，预计这些部队将在春季之前被消耗殆尽，这将加剧俄罗斯的兵力短缺问题。ISW 也警告称，朝鲜部队的快速消耗可能促使朝鲜增派兵力，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并可能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本月早些时候表示，朝鲜军队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3800人。ISW 根据该数据推算，自去年12月以来，朝鲜军队的每日平均伤亡人数约为92人，若伤亡情况持续，预计在几个月内将消耗殆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朝鲜军人现身库斯克地区，使其成为乌克兰军队的合法目标。如果朝鲜军队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将进一步激化冲突，导致局势升级。2025年1月19日，当地时间上午11点15分，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停火协议正式生效。虽然停火比原定时间晚了2个小时，这一拖延源于哈马斯未能按时交出首批将获释放的人质名单，导致以色列继续对哈马斯发动攻击。哈马斯可能并不清楚到底还有多少人质被关押，毕竟过去15个月里，这些人质的生死一直悬而未决。经过2小时的技术性延误，哈马斯最终提供了3名即将获释女性的人质名单：罗米·戈南、艾米丽·达马里和多伦·施泰因布雷彻。预计这3名人质将在当天下午3点返回以色列，接下来6周内将继续释放30名人质，但哈马斯仍关押着98人。第2阶段的谈判是否启动尚未确定。随着停火生效，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及一些巴勒斯坦人在街头庆祝，表示10月7日的袭击将成为常态。然而，以色列军队从加沙撤军并不代表哈马斯的胜利。以色列仍控制着费城走廊，并向该地区增派了更多兵力，随时准备重新开战。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表示，以色列将加强加沙的防御，包括防御与进攻措施，以防哈马斯恢复控制权。停火协议的达成，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总统拜登与前总统川普以及人质家属的压力，特别是川普希望通过人质获释展现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川普还向内塔尼亚胡承诺，如果协议达成，将重新提供军事援助，并支持以色列在第2阶段谈判破裂时立即恢复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支持在哈马斯不遵守协议时恢复战斗，并主张对哈马斯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内塔尼亚胡在这一复杂局势下，既需要更多的武器以实现作战目标，也需要人质的释放来缓解国内压力。
川普政府的强力支持，显然是他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因素。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